OK，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烂熟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 Jimmy。OK，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就是这2年讨论度非常高的经典运动表 ，IWC 的 Engineer Automatic 40，它的这个手表。那影片开始之前呢，拜托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开通了这个收益模式，所以如果广告跳出来，拜托大家帮忙多看10秒钟。你的小小的动作对我们是最大的鼓励。那吉米跟小编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谢谢。OK， 为什么要聊这款 Engineer 呢？那并不是因为它只有新的配色，而是它搭载了这个 Jero Genta 的设计语言，然后让它完整的回归。1976年呢，这个 Engineer 的 SLREF.1832 虽然没有这个 Royal Oak 或者是 Nautilus 那么红，但是它却是懂得人心中的低调宝藏。2023年 IWC 带回这一段经典，2025年新增了蓝面的版本，更是把它推上了这个豪华表的运动战场。那今天我会带你们从设计一路到机芯、价格、竞争对手，一起来看懂 Engineer 是否是你值得做的一个选择。一切的故事开始于1955年，当时这个 REF.666 为工程师以及科学家设计，因为它里面带有这个软铁内壳，能够抵抗磁场的干扰。那外观很朴实，功能非常的专业。1976年 IWC 请来这个设计大师 Jero Genta， 打造出 Engineer SLREF.1832。那它有一体式链带、螺丝、表圈，那格纹的面盘，符合当时的豪华运动风潮。那虽然销量是远远不及 Royal Oak 跟 Nautilus，但是它在收藏圈中仍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续的几代的 Engineer 的设计方向有一点摇摆不定。2025年推出了大尺寸的3227， 2013年又推出了后继的3239，都没有办法真正去遵循着当年 Genta 大师的这个精神。直到2017年，甚至这个系列一度进入了死亡停产。直到2023年呢 ，IWC 在日内瓦标展里面带回了 Engineer Automatic 40， 回归了 Genta 的核心设计，推出了黑、银、湖水蓝、绿色的钛金属，还有钛金属灰4款，然后立刻引发了热议。2年之后的2025年呢，最受期待的蓝面版本终于登场，也意味着 Engineer 正式回到了这个豪华的运动表的主战场。Engineer Automatic 40的尺寸呢是40，厚度是 10.8mm， 表耳到表耳是 45.7mm， 佩戴舒适，表壳结合了拉丝、抛光、边角的细致、倒角、光影的变化非常的丰富。那最醒目的就是它圆形的表圈上面的5颗螺丝，不同于1976年的时候它没有对称的这个随机排列，这一次的螺丝功能性的固定，并且是完美的对齐，展现了对称之美。那蓝色的格纹面盘，我觉得更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亮点。格纹压印在这个软铁的基底上，然后再经过 PVD 镀上的蓝色，立体感很强烈。镀烙的时标跟填充 Superluminova 的夜光效果非常的清晰。3点钟的日期，外框同样的细致。那链态采用这个 H 型的这个链接，拉丝抛光交替，搭配隐藏式的蝴蝶扣。虽然没有给你快拆或者是微调，但是它的整体感一体感是非常好的，佩戴感也是非常的服帖手腕。那这些细节让 Engineer 在众多豪华运动品牌里面有非常独特的辨识度。OK， 那 Engineer 它保留了这个软铁的内壳，然后实心底盖，这是它作为工程师这个名称象征工程师的一个很棒的传统。那虽然现在的矽油丝已经就能够抗磁，但是 IWC 选择要继续去延续这样子最传统的一个传承，让它的味道不要离当年太远。那这一次它的内部机芯搭载的是 Caliber 32111自动机芯，是来自 Richmond 利丰集团的这个平台的作品。那它的亮点是120小时的动力储能，也就是5天可以不用上链。那对于日常佩戴来讲当然是非常方便，而且它是28800的正频每小时，然后采用 IWC 的鸡爪上链系统，有提升上链的效率的功能。那虽然说有些人批评这个机芯
并不是很顶级，但是我觉得这颗机芯的可靠性是很高的，经过5方的调教，走势很稳定。简单来说，它并不是那么华丽的机芯，可是以工程师这样子的命名背景之下，它的实用度绝对是不用怀疑的。OK， 那 Engineer Automatic 40呢，蓝面的定价是12000，大概是12000美金。那2025年呢，市价大概定价是到了14000美金左右。那同级的竞争对手包含这个 GP 的 Laureato， 大概是16000到17000美，然后还有肖邦的这个 Alpine Eagle， 那大概也是18000美左右。然后真力时的 Define Skyline 就是大概在11000美金。其实他们相较起来的话 ，Engineer 大概就位于 GP 跟 Zenith 的中间。OK，Laureato 跟这个 Define 的中间。我觉得 Engineer 适合3种人，就是喜欢真达大师，但是不想要随波逐流带皇家橡树或者是 Nautilus 的表迷。那想要一支豪华运动，但是又不那么高调的手表的人，而且它40mm 的尺寸呢，其实适合大多数的手腕。100米的防水，而且有5天的动力储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数据。那再来一个是对于历史有兴趣，把腕表当成文化象征的收藏家，蓝面的 Engineer 真的是很漂亮，而且它更是 IWC 跟 Genta 设计精神的一个结晶。OK， 总结来说 ，IWC Engineer Automatic 40的 Blue Dial， 我觉得它是一款经典跟现代融合的豪华运动表。它延续了1967年 Genta 的设计语言，并且透过5颗螺丝的表圈、蓝色格纹的面盘，以及最经典 Genta 大师的一体式链带，展现出它真正有个性跟独特的身份。那这一次搭配上了5天动能的 Caliber 32111的机芯，以及抗磁的内壳，让它在美学之外多了更好的技术性的功能。那虽然它的定价并不是很便宜，但是机芯也不是到这么的顶尖，但它的设计的完成度跟它的历史价值里面呢，让它变成了在同级的表款之中变成一个我觉得是相对 OK 有利的选择。因为我觉得像我刚刚讨论到的那些品牌，比如说我看一下像我们刚刚讲的 Laureato，OK， 它其实出现的时间点很尴尬，我记得很像是在 Nautilus 跟 Royal Oak 的中间。那它不是 Genta 大师设计的作品，可是它却有非常多致敬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 Laureato 很漂亮，可是它好像有一点不前不后，不上不下。我不是指它的定价，我是指它的设计调性。那当然 Alpine Eagle，我觉得它的设计风格是更有张力的。对，就是如果相较于 Genta 设计的这个 Engineer 来讲的话，它是更aggressive， 叫什么？侵略感更强，侵略性更强。OK，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Zenith 的 Define Skyline 这个系列，就相对的就是我觉得跟 Engineer 的感觉会有一点点接近，就是它比较温文儒雅一点点，不会有那么强的侵略性，可是它在质感各方面来讲的表现都是很不错的，而且他们的价格算是蛮接近的，大概就差不到1000美，大概差个3到5万台币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就是有去研究真达大师 OK， 当然他做了很多的设计也许Omega 的这个星座系列也是他出自他的手，他做了很多很棒的帮很多品牌撑起了一个门面。那当然 IWC 曾经让 Engineer 就是真的是有点像是沉船，可是在2023年我觉得2022年之后钟表市场我们大家都知道进入了一个洪水泛滥的阶段，就是要表要不到，配表看情况，就是一个很对于卖表销售业来讲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想要买表的我们来讲呢，就变成了是你有没有品牌忠诚度的问题。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想要在专卖店买，那可能要先看你是买到哪一个等级，或者是你的消费记录，各种的评量，才能决定能不能去买到比如说像 Engineer 蓝面这样子的稀有款。但是我觉得到了2025年，这些温度已经降了不少。
我相信现在很多的表、很多的品牌也不会再强迫你们要去做多余的消费。基本上你们只要有一个我觉得不错的一个轻轻松松的一个健康的态度进去，我相信他们有表应该也是不会藏着的。OK， 那这些表的定价其实都不算低，都算是中阶的运动表，但是他们都是大概是大三针的一个设计，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设计的完成度跟历史的价值，我觉得像 Engineer 在同级表款中，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选择。尤其是对于不想要到处撞表的人来讲 ，Engineer 蓝面是我觉得所有配色里面最低调，我又觉得最经典的一个选择。OK， 这就是我对于新款的 Engineer Automatic 40的一些想法。那到这边，最后就是今天喜欢影片的话，记得帮吉米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广告跳出来，记得帮吉米多看10秒钟。那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跟认同。OK， 不管什么表，它都不能留住时间，但是能提醒我们珍惜当下。吉米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开心。OK， 负担你所喜欢的表，负担你所买得起的表，不要超额消费，不要过度消费。OK， 代表我们要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永远以正面的态度去接受、去迎接、去庆祝每一分每一秒，好吗？OK， 我是烂手的设计师吉米，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